心，你觉得2025年房子会跌吗？一定会跌，但是跌多少，等一下跟你说。Hello， 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房产小甜心徐嘉欣，嘉欣好。治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那么请到嘉欣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2025年啊，到底房地产市场状况怎么样？大家可不可以下手了？那先请最近啊，你看到央行打房、信用管制各种，到底有没有成效啊？目前看起来整个房市的状况如何？这样说好了，央行打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成交量是有受到影响的。真的哦？对，就最直接来说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的那个成交量，2024年上半年不超热的嘛？我们在最热的那个月，跟就是被央行打到就是鼻青脸肿的那个月，大概只剩一半。只剩一半的成交量。是的，所以如果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真的央行打这个，大家会怕。真的会怕，对不对？但是缩手是那，但是因为成交量变少，有一个问题是说，我成交量变少，那我真正有机会的那个价格，它就会变得比较波动比较大。因为我们就讲一个平均值的概念嘛，那你如果你用平均值的概念来说的话，你如果说很多的案子，那你这个趋势是会比较明确。但是如果说你是很少的案子成交的话，是不是那个价格就会比较浮动？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第四季确实七都有价格的微幅的修正，但是幅度并不是非常的明显。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大家就缩手也不卖了，所以感觉那个价钱就没有荡下来的感觉？确实，因为有很多屋主就说，现在市况这么烂，不卖了。对啊，所以很多人就是收回来不卖。那当然会有一些人，可能他再加上买方现在出的价钱很拔辣，所以很拔辣是不是？对啊，但是因为房仲也是有压力的嘛，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出这个价钱，有时候真的没人出的话，你总是要送。那送的话，就是如果有些屋主缺钱，当然有机会就会有空间。但是如果说屋主没缺钱的话，可能屋主他也觉得他撑无所谓。真的那现在缺钱的屋主多吗？现在还不多，但是我们认为2025跟2026应该会开始渐渐的变多。因为如果我这个真的想卖，然后我等了1年等2年，就觉得随便啦，这样子会有这样的心情。倒也没有，通常是这样，通常会这样的，大概就是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要不就股市失利。然后但是最近股市在创新高，应该很难，对不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这家伙他之前买房就用宽限期。宽限期要到，快到了，他就会拿出来卖了。对，那或者是说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可能呢几年前买预售屋，所以他现在要交屋了，可是央行现在的态度在放款上面比较保守，他要不呢他就是借不出来，要不呢他就是可能利率会变得很高。像你如果说几年前买的话，那时候地板的利率大概是1.31左右，那现在随随便便到2.4，所以有些人会发现，我要交屋了，我的利率2.4，然后我算一下1000万30年一个月要多18000，怎么付得起？想想不要了。所以因为这些人还可以在预售之前再去做一次移转，所以确实有人会可能他就会先卖。那只是说成屋如果他是扣掉我们刚刚讲宽限期之外的话，那他或许他真的要卖，可能真的是要看他自己的状况。OK， 所以那我们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想问的是，那我到底2025年我有没有机会买到便宜的房子？我觉得有，但是不要想象就是说来5折收，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回事，是不是？对，但是你觉得可以？我觉得至少应该会盘个，就是至少可以少个5%，甚至于有一些卖压比较大的地方会是1成，很烂的才1成哦。对，没办法，因为如果你到2成以上的话，可能银行要倒了。你如果跌太，我这样讲了，你现在为什么2成银行会倒啊？因为银行它对于这种说，比如说他今天他放款嘛，放给你1000万，对。那万一真的你还不出钱来的时候，但是其实他不会借你1000万，他大概就借你800，因为万不幸那可能徐嘉欣这家伙债性不好，结果呢就刚刚好，就可能我还不出钱来了，那他当初那我至少就是1000万的房子，然后银行只给我800，对，我银行拿去外面卖还有机会嘛？所以通常银行它就是我们如果说2成，它会是一个风险的一个，我们说是银行在控风险这样子的一个陈述。所以市场再怎么修正啦，除非是说它取得成本非常的低，个案绝对有机会可以跌到2成，但是大盘没有机会跌到2成。所以我们去买的时候议价，你的确可以从这个打8折开始跟他这个画8 K。看看屋主他当初的取得的时间，以及就是那我什么时候看看屋主当初取得的时间？我随便讲，比如他在高雄，对，高雄他几年前他买预售的时候，一坪
20几万，嗯，现在涨到40-50了，哦，你觉得他8折可不可以？他可以，可以，对对，但是他如果说，去年买的他已经买40了，你现在8折，当然不没行办法。所以这个就很吃屋主的这个个人的他取得的时间跟他的财务状况。OK，所以呢，就是还是个案的状况，但是是整体哦，嘉欣告诉大家说，那个整体大盘，你去看平均数字，它那个整个房市要往下崩个1成5、2成，那根本就没有可能。对，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美国次贷风暴的时候，美国也不过跌2成，真的啊，跌到那么多人那个空中飞人，大家都空中飞人还2成，所以跌2成的体感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也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你不大容易发现，哇，大盘跌2成，不谢代金，没就不用想了，对不对？是。但是你个案，你说，我看到这个物件，然后他真的屋主很缺钱，我去跟他买到一个很便宜价钱是有可能的。是的 ，OK。但是如果大盘的状况不好的话，我去跟他这个画8K 的时候，至少比以前要好1加1点吧？多少会。因为最直接的话就是案量会变多了，以前的案子没有那么的多，但是现在的案子上，就是说明年开始，应该2025年开始，陆陆续续都会有交屋潮出来，然后再加上就是有些人可能宽限期满了，他就会陆续有交。我讲个最简单的数学给大家听好了，2023年的8月份。就已经是就新青安上路嘛，虽然有人说啊，新青安5年宽限期。但是你觉得这些宽限期的人，他5年再卖吗？不会嘛，他一定3年就拿出来卖。对，所以2026他就有宽限期的压力了呢。所以你看2025、2026是不是你会陆陆续续会有很多的案子拿出来？那很多案子，比如说同一个社区，如果好多案子在卖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好议价了。是的，你就可以挑一个说，你不卖我没关系啊，那个隔壁那个3楼也在卖啊。对啊，隔壁老王他们还有那个还有装潢嘞，你就不卖，对，你又没有，那你就自己压价去。是的，所以这是有机会的，对不对？那如果对于建商来讲呢，这个他们购地的一个这个意愿是不是也会降低啊？建商端来说的话，我知道很多大的建商现在停手，就是停手，因为他会觉得说他也想要捡便宜。可是如果今天有大的建商，他在这个时候他还在某一些地方买，那他应该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是吧？谁在买？这我不能说，但有人在买，有人在买。你只要看到大的建商，他为什么还在买？那就想来他应该知道我。那我们应该这些公开资讯应该看得到吧？至少可以看三立新闻网的报，或者是看三立的新闻，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是的。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进入实务面，我要请教甜心。那如果说2025年我们可以开始好好的去挑你喜欢的，然后开始买。那目前的状况是量缩嘛？那慢慢的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物件丢到市场里头来嘛？你觉得大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去看房子？什么时候去跟人家谈会最好的时机点？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过年前，农历年之前嘛，那我们就是你农历年之后就来去看看嘛，走走看看嘛。过完年就可以了，是不是？其实我们会觉得你这个时间点你多走走看看，那多走走看看的时候，因为他如果个案的状况，房仲会知道，那你跟房仲维持的一些比较好的互动，他好的案子会先跟你说，那你就有机会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房子。是。那我们要朝哪个方向去看？你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关键点，你说如果股市不好的话，我们就要有机会买到便宜的房子。对，因为股市不好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是怎么讲呢？他可能一方面来说的话，通常因为我们的股房的联动性，是非常密切的，所以通常股市不好，房地产也会不好。股市好的时候，房地产就会好，因为我在股市赚到钱了，那我可能我就会把它移到房地产去。那我如果说是，我可能在股票市场上面赔钱了，那我当然卖房救股来不及。对，可是我至少我或许可能会跟银行讨论一下，我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零用金，我是不是有可能先稍微顶一下，但是我这时间一长，我就会有资金的压力，对，所以我们在看到如果市场股市真的很不好，那一个程度上面也是经济环境不好，那房地产怎么会好？房地产就下来了，对不对？是，就会有很多那种听到人家说那种股市失利，然后房子赶快拿出来贱卖。他有那个资金现金的压力的，是随便卖给你。是，但是这种你现金要多。我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有听过有这种个案，他那个案是怎样嘞？他好像是在股票市场上面，他就是做放空，然后结果看错方向。那看错方向之后，他就要拿他的房子出来卖。但是他要的像这种个案，他要的就是现金。他就会说，那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拿1000万来？有人这样子有。但是我房价可以便宜很多，是不是？对，
但是你身上有没有1000万现金去跟他搞这个过户的这事情？哦，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身上现金比较多的话，其实以现在的市况来说，你身上现金多，其实比较有优势，因为央行就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对，不是人人都可以借得到钱哦。对，所以如果你身上钱多的话，就现金多，你的筹码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如果你是我们说是无敌新兴客户，比如首购的、符合新青安的这一类的客户，因为贷款比较容易，对，所以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一家族群。OK， 所以呢，这2025年我们可以开始过完年之后就好好去看看房子了，对不对？那过完年之后，其实也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过年前应该就有。到底川普当总统跟我们的房市会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不用管他，对不对？这样说好了，如果说因为川普他会是一个全球的大变数，对，所以如果说对大变数，所以如果说它造成了全球震惊的动荡，对的话，你不得不说它确实是有可能产生，比如说股票市场的影响，那自然而然会拖累到。我听到一个说法，为什么我会问你这一题？听起来很外行，对不对？但是他这样跟我分析逻辑，我真的当时听一听，就觉得好像颇有道理。好，他这样说，他说川普要当总统，你还不快卖房子？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川普要当总统了，到时候他就怎么样把中国的脖子掐起来？中国到时候习近平被他气到跳起来就打台湾，你说这个飞弹掉下来，谁知道会打到你家？你家就要夷为平地，你还买房子？你觉得有道理吗？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他好像准备要跟你买房子的感觉。真的吗？想要吓死我是不是？对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好了，就是川普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最大的关键是他会衡量，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他做。所以如果说是与其掐住对岸的脖子，不如卖我们跟对岸军备。所以确实他上来，他有可能会让所谓的新一波的我们讲叫做军备竞赛，对，亦或者是说可能地缘政治会变得相对比较紧张。但是如果两岸关系很紧张的话，你还记不记得之前飞弹危机的时候，的确房市是有一波往下走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两岸如果很紧张的话，那要看有多紧张。我觉得台湾人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不紧张吗？没有，台湾人最厉害的事情就是第一次会怕，第二次之后就不会了。所以已经第一次过了，你再也不怕了。对，就是不要真的打过来。可是因为地缘政治这事情，我们必须要说它是相对而言变数比较大。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发生地缘政治这样的事情。对，那只是说在现阶段的市况上面来说，我觉得从川普的上任到两岸打起来，可能它中间的那个距离是相当的长的，所以我们也不一定它是相等式。对啊，反正就是要跑，不要说别的啦，你有台币资产，你带也没用，对吧？台币资产可以啊，我可以坐船跑掉啊。你坐船那肯定要先换成金条啦。对，那个挂在身上，对，挂大绳啊或什么一类的，对。所以这个，那你觉得买在哪里比较不会被飞弹炸到？这个事情很难说。我请教一下军事专家。对，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可能要找军事专家来。对，这是房地产市场。好，那你觉得2025年的台积电的一个效应会持续吗？我觉得会。最直接的来说的话是，其实台积电又来到了新高了嘛，所以它在来到新高的状况之下的话，我们的看法是说，台积电所带动的这个，无论是它公司的一个效益，就是它的股价所产生的股民的效益，亦或者是说它公司营收产生的薪资的效益，对于这些话题，就是受惠的族群来说，是会有明显的带动。那个台积电它周边的这个所谓的房地产市场被整个带动的，还会有机会吗？我们的看法是说，因为你现在大概几乎大家好像要追求一个每个县市一县市一台机场的感觉，对。可是我觉得这样应该这样说好了，过去涨多的地方会在2025、2026可能会稍微回档。真的啊？因为他们很多地方真的涨了太多，需要休息。回档我们可以买吗？还是不要换新？我的看法是说，你要回头去看你的取得成本。我们在中南部有看过个案，不过以高雄来说好了，高雄左营那边其实已经涨到预售已经涨到50-60%，但是你在实际上面成屋市场，你可以找到5年到10年内3字头的房子。
哈，所以如果你是要以现金部位相对比较多，投资逻辑来看的话，那你的成本才会是你决胜的关键。所以尽量买低一点。是，那当然房子屋况不能太烂了，那就是说同样的产品或接近条件的产品，你的成本是最大的关键。那但是2025跟2026，我们也必须要说，如果你是要投资的话，市场上面没有很多好的东西让你选择。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自住，你再好好看。对，投资的话就再等等。我觉得多看看。不一定的，因为也有可能你会捡到你意料之外的好东西。田心，我可以问一下，你总共看过多少房子吗？这不好说。对，因为我现在，因为有时候我都会是陪着朋友潜进去看。有一段时间，疫情的期间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戴着口罩，不会有人认出来。然后你就到处去看房子吗？就假装到处去看房子啊，因为我有被认出来是不是很尴尬？超尴尬的，因为有一次我觉得在门口，就是我到台中去，然后看房子，结果我的那个就是我在其他的在有店的门口，然后跟我老公2个人，然后我们就说，等一下房仲来问的时候，我们就假装你是竹科工程师，我呢是一个就是小公司的会计，然后我们在演练了半天之后，然后门一开就说：“李小姐，你也来台中玩啊？”超糗，不用演了，超糗。对，可是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房子，就是陪着朋友去看，然后自己也稍微有一些机会可以看到还不错的房子。对，但是我觉得多看，然后多比较，然后你可以跟中介朋友，不要把中介当作牛鬼蛇神，可以跟他们多聊天，多聊几家，你到最后你大概就会知道市场的风貌。是，所以呢，今天非常谢谢田心来跟我们聊2025年嘛，对不对？2025年呢，应该还是个好年，对不对？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房子，然后呢，就有机会好好的谈价钱，然后当这个市场上越来越多这个物件开始冲刺的时候，哎呀，就是你下手的时机点了。是的，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还是要记得你的财务的配置一定要相对来说的话，你要相对比较稳健，然后在贷款这件事情上面，你在签约之前一定要特别留意。对，真的贷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好，今天非常谢谢田心，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